明明已经是成熟的奥特战士，为何又毁其人设，强行煽情？这也许是这部捷德剧场版连结吧心愿评分如此之低的根本原因。不过，就冲红凯加古拉的再度携手，以及赛罗警备队的全体亮相，加上最后捷德化身终极形态，这层层 buff 都叠满了，那绝对有必要一看究竟。同时，终极战斗仪的来历也将揭晓，而全片的主线都将围绕终极战斗仪的配对武器终极升华器而展开。几万年前，库西亚星人为了给宇宙带来永久和平，创造了巨大人工头脑吉尔巴利斯，但他最终背叛了库西亚星人，并且反噬整颗星球，将其转化为了虚拟行星，并不断消灭宇宙中的所有智慧生命体，来达到自己所认为的实现宇宙和平的方式。虽然吉尔巴利斯多次被光之国逼入绝境，但他依然能够通过本体逃脱。然而有一件武器能够彻底将其摧毁，而这件武器正是库西亚星人制造的赤钢，也就是终极升华器。在吉尔巴利斯即将灭亡库西亚星人之时，赤钢开发者将其交给了女儿艾留，而艾留也在最后时刻逃离，最终来到了太古时期的地球。但是要想用赤钢对付吉尔巴利斯，那使用者必须拥有正义之心，并且要被赤钢所认可。因此艾留一直在等这个有缘人，而这一等就是几万年。同时，吉尔巴利斯已经将目标对准了地球，他首先使用时空传送能力，将一台加拉特龙投放到了地球。此时地球上唯一的奥特战士捷德前往迎战，但加拉特龙的实力异常强悍，在欧布中一度碾压了欧布，而捷德自然也不是其对手，在炮火的冲击下直接被击倒在地。原以为加拉特龙会乘胜攻击，但没想到他通过时空隧道直接离开了此处。然而在这个地球上 ，AIB 调查局并不知晓加拉特龙的具体情况，就在一筹莫展之际，本名叫加拉特龙，刚才和你们战斗的是新的型号。加拉特龙 MK2。本片中，加古拉早早出场，先加拉特龙一步来到了地球。在自爆家门后，他告诉众人，巨大人工头脑吉尔巴利斯即将袭击地球，而他的目标就是赤钢。在加古拉的指引下，众人通过新生代的神奇古书《太平风土记》，终于查到了赤钢的蛛丝马迹。随后，众人一同来到了记载中的目的地冲绳。但令大家惊奇的是，令人居然也在此处。在了解小鹿等人的目的后，令人告知众人自己正好有一位客户十分了解冲绳的传说与大自然，而这一位正是地球太古时期就来到地球的库西亚星人艾留。他早就发现小鹿是捷德的人间体，在听到众人在调查有关赤钢的传说时，知道此时时机已经成熟，在隐藏自己身份的同时，有意将众人带到了赤钢的所在地。说实话，这个神话中的赤钢摆放的地方实在有点太草率了，丝毫没有一点神秘感。为了确认赤钢的真实性，加古拉开始用意念感受这根石棍的力量，但并没有发生任何事儿。于是艾留告诉众人，只有被选中的、拥有正义之心的战士，才有资格使用赤钢。一听这话，加古拉顿感哭笑不得。那我就没办法使用了，又来这一套啊！想当年，明明自己先到达战士之巅，但几乎以同样的理由被欧布拒绝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城市中加拉特龙再次被投放下来，而他的目标也正是艾留手中的赤钢。终于让我找到赤钢了。随后便开始追击众人。小鹿刚想变身，遇到事情。关键时刻，艾留拿出胸前的吊坠，直接召唤出了神兽古库尔西萨，随后两者便展开了激战。众人发现艾留有如此能力之后，纷纷惊叹不已。不过为了保护赤钢，艾留竟直接消失在了原地，众人也只好乘坐飞船离开了此处。眼见目标消失，加拉特龙再次通过时空隧道消失。此时艾留也再次出现，将古库尔西萨收入吊坠之中。在来到安全地带后，小鹿刚来到海边歇息，艾留突然出现在了小鹿身边，并揭穿了小鹿是捷德奥特曼的身份。同时，他也告诉小鹿，终极战斗仪和终极升华器，也就是赤钢，是同时制造出的成对的武器。它能够强化正义的精神力量，最大限度地引出所持之人原有的力量。他也坚信小鹿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。于是，小鹿试着感受赤钢的力量，但此时的他并未得到认可，这也让小鹿陷入了迷茫。同时，艾留也再次消失在了原地。为了了解吉尔巴利斯以及赤钢的来历，众人来到了外星人秘密聚集地，准备去寻找情报商。但突如其来的冲突打破了原有的计划，众人与宇宙人展开了肉搏较量。就在打得不可开交之际，一声熟悉的笛声响起。红凯终于登场，作为最能打的奥特曼人间体之一，3下5除2便打得宇宙人频频破防。随后在与加古拉久违的叙旧之后，也终于将所有的宇宙人打得四散而逃。原来红凯也是为了调查吉尔巴利斯，从而来到这里寻找情报商。在令人强大的经济能力下，
终于从情报商这了解到了吉尔巴利斯的具体来历，并且得知只有赤刚才能将其击败。但小鹿似乎将责任全都压在了自己身上，因为自从赛罗走后，他是这颗地球上唯一的奥特战士，他觉得必须担起保护地球的重任。可就在此时，吉尔巴利斯已经抵达地球，他通过库西亚虚拟行星将地球包裹其中，不仅要夺取赤刚，并且认为地球上的人类破坏了生态系统，准备重置地球。随后再次投下加拉特隆执行清除指令，小鹿和红凯立刻变身奥特曼前往迎战。但即使面对两奥的联合攻击，加拉特隆依然应对自如。欧布立刻切换为暗耀形态，这直接让小鹿看懵逼了。我们长得好像啊，1对1。但尽管如此，两奥依然不是加拉特隆的对手，即使同时发射各自必杀技，也直接被加拉特隆的护盾挡下。此时远在光之国的领导层也发现了这一讯息，便立刻通知赛罗警备队前往救援。然而就在赛罗等人抵达之时，吉尔巴利斯设置的屏障几乎快将地球完全封闭，赛罗立刻俯冲而去，恰好在屏障封闭前进入地球，而其余4位队员只能在外围静观其变。此时捷德欧布与加拉特隆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，虽然两奥的攻势十分凶猛，但还是被加拉特隆一一击退。随后加拉特隆甩出利斧而去，关键时刻赛罗及时赶到，直接将利斧斩飞。赛罗的到来直接振奋了士气，随后3奥合力对抗加拉特隆，更是同时切换形态，月神赛罗、机敏捷德以及疾风欧布3奥利用速度优势来了一波花里胡哨的联合攻势，但仍未造成实质性伤害。随后3奥再次切换为力量形态，日冕赛罗、豪勇捷德以及爆炎欧布在合力重拳之下，才堪堪将加拉特隆击退。不得不说，这架加拉特隆强得有点离谱了。然而此时吉尔巴利斯开始吞噬星球，城市中的建筑以及人类纷纷开始数据化，被融入数据空间中。眼见不妙，捷德立刻切换为尊皇形态，但鲁莽向前的行为直接被加拉特隆释放加拉特隆之牙命中，不仅强制解除了尊皇形态，并将其融入了存有病毒的数据空间之中。欧布见状便想用艾克斯的力量将其解救出来，而赛罗则独自面对加拉特隆。只见红凯利用银河维克特利以及艾克斯的力量化身欧布3位一体，直接用哥莫拉装甲划出一道数据缺口，并立刻跳入其中。在找到捷德之后，及时将其救出数据空间。然而此时小鹿的心态早已发生变化，迫切救助大家的心情让其再次冲向加拉特隆，而加拉特隆顺势释放火炮攻击。眼见不妙，赛罗以及欧布竟用身体挡下了这一发炮火。爆炸过后，赛罗和欧布已完全消失，只留下捷德被击倒在地。愤怒之下，捷德直接觉醒了黑化之力，释放十字冲击波的同时，朝着加拉特隆狂奔而去，直接贴脸大招，并将其撞翻在地，并最终将加拉特隆击败。在得知没有赛罗与欧布的消息时，小鹿陷入到了自责当中。他们明明劝阻过我的，可我却没有听进去，我没能保护好这个城市还有人们。那个什么吉尔巴利斯肯定更强大吧。这也让小鹿彻底失去了斗志，但艾流依然相信小鹿是唯一一位能够使用终极升华器的人。可此时的小鹿就像丢了魂的躯壳，行尸走肉般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。然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无数的加拉特隆被陆续投放到城市之中，没有了奥特曼的庇护，人们只能四散而逃。而拥有终极升华器的艾流与小鹿成为了加拉特隆的头号目标。艾流立刻召唤出古库尔西萨应战，而就在此时，加古拉拿着佩剑赶到，他想利用艾流的吊坠来强化自己的力量，同时询问着小鹿是否要一起战斗，但小鹿的斗志早已丢失。真是个胆小鬼，滚一边去！果不其然，在吊坠加持之下，加古拉化身巨大化的魔人形态，随即便与加拉特隆展开了激战。而艾流带着失魂落魄的小鹿准备逃离此处，但还是被吉尔巴利斯派遣的小兵拦住了去路。幸好莱叶以及 AIB 众人赶到，一起对抗这些机械生命体。同时佩加也驾驶战舰援助加古拉以及古库尔西萨，但加古拉不慎被加拉特隆击倒在地。眼看加拉特隆步步逼近，一道光刃及时出现，阻止了其前进路线。只见欧布再次出现，你不是要守护宇宙盒子吗？等我守护好宇宙后的击溃，随你便吧。快起来！两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建议直接原地结婚。在红凯的邀请下，两人再次同仇敌忾，合力拒敌。只见欧布发动欧布地之剑，两道光线环绕之下，直接命中了加拉特隆。此时加古拉也及时赶到，一击蛇心拔刀斩，终于击碎了一架加拉特隆。而赛罗也并未消失，此前在炮火冲击下，赛罗及时变换为闪耀形态，施展时间操控能力，跨越时间来到未来，也就是此时等待的众人。不过因为耗能严重，赛罗将再次与令人合二为一。
只见赛罗直接变身成无限形态，在连续飞踢之下，也直接击杀了一架加拉特龙。然而即使欧布和赛罗重新归来，再加上同伴们的共同鼓励，小鹿却依然无法振作，实在是有点搞不懂。此前 TV 中塑造的人设全部崩塌。就在此时，加拉特龙一发射线袭来，艾留及时开启护盾，然而加拉特龙强大的能量直接将护盾击穿，艾留倒在了光线之下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艾留依然在鼓励着小鹿。小鹿，你之所以能反抗命运，改变未来，是因为有伙伴们的笑容鼓舞了你，给你带来了力量和勇气。小鹿此时也终于醒悟，但艾留也因此逝去，化作了光芒消散而去。小鹿终于拿起了终极升华器，愤怒振奋之下，只见终极升华器终于露出了它的原本模样。小鹿终于得到了它的认可，体内的强化胶囊也随之出现，随后便是终极升华器的玩具展示时间。终极形态，终极制，一切吧，心愿。加油！此前杰德在数据空间中吸收的病毒，此时已被终极升华器强化并转化为杰德的力量。杰德终极形态也终于诞生，看着的确有点小帅。面对仅剩的5架加拉特龙，四奥纷纷出手，在各自摧毁1架加拉特龙后，杰德再次施展千兆终结器切割，将仅剩的1架加拉特龙消灭殆尽。而此时加古拉的能量也终于耗尽，化作本体后再次离开，深藏功与名。而杰德赛罗欧布飞向了吉尔巴利斯的根据地，将与其展开最终的较量。只见吉尔巴利斯变换成完全体模式，厚厚的装甲将核心牢牢包裹其中。炮管武器也遍布全身，三奥立刻对其发起攻击，而身在外太空的赛罗警备队也发现了赛罗等人的行动，纷纷发射光线给予援助。然而吉尔巴利斯的战力可谓恐怖至极，面对三奥的连续斩击，依然毫发无伤，并且发射无数的炮火给予反击，直接将三奥击退。欧布与赛罗更是被打回了常态。随后吉尔巴利斯再次发力，将背后的炮管翻转前置，对准了三奥。只见所有的炮管齐齐蓄力，光线顿时齐射而出，来不及反应的三奥在炮火轰击下纷纷倒地，全都亮起了红灯，战况岌岌可危。但此时小鹿毅然站了起来，此时他的内心早已强悍无比。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，每个人都有缺陷，但只要大家能够团结一致，任何苦难都无法阻止大家前进的脚步。他带着所有人的希望，以及唯一能够击败吉尔巴利斯的终极升华器冲向对方，即使在无数炮火轰击下依然不惧。在拉开距离之后，杰德施展终极推力，终于将吉尔巴利斯重创。随后杰德飞向空中，一发升华器射线急射而出，直接将吉尔巴利斯的装甲打成了废铁。赛罗欧布见状，同时发射必杀技射向吉尔巴利斯，其沦为废铁的装甲终于被击碎，只留下本体开始准备逃跑。但杰德丝毫不给吉尔巴利斯任何机会，直接冲向了吉尔巴利斯，一发杰德终极半月斩，终于将吉尔巴利斯的本体彻底击碎。至此，环绕在地球上的虚拟行星也终于清除，全世界的城镇和人们也都恢复了原样，宇宙又暂时恢复了和平。临别之际，赛罗警备队与小鹿纷纷道别。钢铁武士望着小鹿似曾相识，不好意思，你能不能说一遍武士变形？武士变形。在贝利亚银河帝国中，还是小孩的小鹿就曾与钢铁武士一起合力拒敌，这也是来了一波回忆杀了。